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暑期限股令将至，长相思莲花楼对打概率不大，网友离谱。回看近2年影视剧在开播前期的宣发力度，越是大牌制作的剧方，越是谨慎的不行。就算被爆出上线日期了，也不跟剧粉提前说明一下，而是到点了直接抬上来。之所以这么小心翼翼，是因为如今一部剧播出与否，连平台都不能左右了。《宁安如梦》在放出首播6集的预告后，平台仍在观望是否能上。在得到播不出来消息后，立刻告知由于技术原因需要调整，这一修改就改了快1个月了。演员丑闻与剧情内容这2方面是一些积压剧上不了的主要理由，而除此之外，一些限制的按政策同样会影响剧集的排期。就像限宫斗后岁岁清廉打着终于有宫斗剧上线的热搜，还没开播呢就被撤档了。而除了限宫斗，如今这限制古装偶像剧的消息又传来了。原以为暑期能看到各家平台对打的，谁料那般精彩的场面会因为限股令而无法上演了。限制上线数量，长相思莲花楼对打概念不断降低，沉香夫妇错峰相会。消息的流出起源于长风渡翻译后期工作被暂停。作为被陶厂排到暑期片单中的剧，长风渡一旦被叫停的话，那么同时段预备上线的剧必然也会受到波及的。从宁安被临时延期，只能将杀青许久的花荣补位播出，再到如今排好的剧可能无法进行，这限股令的可信度越来越高。如若这般的话，那么原定于酷暑来袭的长相思与莲花楼，大概不会形成同时间上映的状况。有意思的是，这2部剧的主角程毅与杨紫，恰好是令观众难忘的沉香夫妇。2人在《沉香如屑》中所演绎的颜淡应渊，一个机灵古怪却命运坎坷，一个清冷禁欲但内心叛逆。2人从上下属的关系晋升到双向暗恋，虽然在天界篇章中没有获得一个好结局，颜淡落入凡间，应渊梦魇缠身，但好在经过了白漂亮与唐周的一世情缘，2人更加坚定对对方的心意。最终完美结局中，2人如当初梦境般美好。杨紫与程毅的第1次合作就能达到剧王的级别，虽然如今不是同事了，但仍期待他们能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大放异彩。不能顶峰相见了，对于2部剧与演员而言都蛮可惜的。而站在观众的角度来讲，原本可以看好的乐子就这样没了，又是一桩不美的事。22年暑期档未实现对撞，平台之间尚有联系，限制偶像剧被网友直言离谱。事实上，各家平台的待播剧那么多，但真正对打的时刻却很少。22年3大平台的战争中，星汉灿烂是7月上旬播的，沉香如屑是7月下旬空降的，苍兰诀是8月初放出来的。原本按照正常的排期，这3部剧是不会有多少重合的，只不过第1部与第2部的片长集数过长，所以才造就出3部剧对撞被放到一起讨论的画面。其实从去年开始，古偶剧在最好的档期便没有播出多少，大家所期待的《安乐传》《玉骨遥》等剧，现在都还没要抬上来的消息。这限股令不是说说而已的，不管是平台安排还是广电要求，同时段的偶像剧数量的确有控制。若是烂剧频出的话，大家自然是赞扬这种做法的。然而如今的古偶剧，无论是剧情还是阵容，都叫人充满期待，说播不了就不播了。对于观众来说，真觉得离谱。明明现代剧中令人迷惑的情节有很多，为啥要逮着古装剧看呢？那么你们觉得限股令发挥明显吗？杨紫长相思饰演小妖，从难过到狂笑，演绎被涂山璟背叛的情景。杨紫的古装剧《长相思》虽然还未播出，不过姊妹最近在接受杂志采访时谈到的，对这部剧剧中人物都有着很深的感触。当被问及最想和谁互换人生时，坦然回答自己最想和命运曲折的小妖互换，因为她的生活让自己充满了期待。谈到即将与观众见面的《长相思》时，杨紫又重新拾起小妖的爱与恨，深入剖析了他与表哥枪玄、青丘公子涂山璟以及9头妖香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对于杨紫而言，小妖跟枪玄是亲情。一开始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，
但他为了生存，为了更好的守护小妖，选择了王位。所以说，枪玄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小妖放弃生命去守护的人。小妖对他的感情是很纯粹的，就是亲情。在剧中，杨紫饰演的小妖从一开始通透洒脱的文小六，逐渐回归到身份尊贵的高薪九瑶。为了区分人物不同时期的状态变化，杨紫不光在外形上做了调整，也从内心出发去寻找人物的转变。他们本质都是一个人，只是内心的节奏不一样。小六他的表达形式就是什么都不在乎，根本无所谓，谁打我都没事。他的形体、妆容、说话音调都会不一样。恢复了王姬的身份后，他变得特别多愁善感。他要保护哥哥，他有了涂山璟、外爷、父亲与妹妹，他的负担一下变重了，反而会让他生活的没有那么自由自在。拍摄《长相思》时，杨紫回忆起挑战最大的一场戏是小妖在梅林被刺杀的时候。剧本里描写他与猛兽厮杀，但猛兽在片场只是一个模型，所有反应都需要杨紫调动自己的想象完成。最难的还是要分阶段拍同一场情绪连贯的戏，局外人很难凭借演员的描述准确抓取他在拍摄过程中的内心纠葛，但杨紫就是毫无理由的能将你拉进他自己的世界，在这片由扎实演戏与真实情感生成的领域里，跟随他重温那段光怪陆离的浮生一梦。网友们对于网络上杨紫谈及《长相思》也表达了对这部剧的期待和姊妹演技的钦佩。《长相思》是我看完之后立刻去二刷的一本小说，妖柳这条线让我意难平了很久。听到演员本人这样说，我瞬间放心了。小妖和香柳生来就是敌人，香柳知道战死沙场是他最好也最想要的结局，所以他一直退，也只能退。香柳和小妖直接确实存在过机会，在小六被抓回去，香柳来救他的时候，那机会是香柳全文中我觉得最疯狂的行为，完全出自本心，没有假借任何利益。他来救他，想带他走，但那时候小六在想他自己逃出去已经很难，带他走会死在这里，就放弃了，错过了这次机会。第二次机会是大婚前小妖送出去的冰晶球，之后就一直在等他在等他来带他走，可他没来，在大婚之时抢亲，让防风叶彻底消失，废掉了这个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机会。第三次机会是轩辕皇帝和高辛郡帝，包括后来的枪玄，都一直在招降香柳，但香柳拒绝了。郡帝和皇帝都是为了弥补小妖，也许他们也看出来小妖心底是有香柳的一份位置的，但是纵使他们身在高位，也无法解决这个难题。桐华也是偏爱香柳的吧？香柳是九头妖，小妖叫高辛九瑶。小妖小时候最喜欢在水里玩，觉得水里很放松，水性很好。香柳偏偏是海妖，偏偏也是香柳和小妖被种了情人蛊，纠缠多年，也陪伴了对方多年。更有网友为这部剧赋诗一首：长相思，待相见。腾讯视频暑期档，预约相思永不忘。辗转虐恋深情赋，万千思绪缠心房。轩辕神农涂山氏，纷繁纠葛扰人伤。唯愿清水镇永驻，四人把酒对岳阳。欣赏杨紫对剧本的理解，她能吃透一个角色内心，并通过演绎将他带到观众眼前。很庆幸我们看到了胡香香、锦觅、童年。你觉得《长相思》能否在播出后成为爆款剧？欢迎留下你的足迹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